你好，係我 J-Man 啊！今集應承咗大家講呢個疫情中進入加拿大成個流程。今集影片係廣東話啦，但係會加字幕嘅。咁首先大家即係訂閱咗我先啦，訂閱即係我呢個影片係真實嘅案例，真係由美國飛入加拿大使咗好多錢為大家拍攝。希望你做少少動作啦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一個鼓勵啦，訂閱都係咪？咁我可以繼續拍一啲精彩嘅影片俾大家。咁即係再講翻啦。咁其實由美國飛入加拿大，同埋你喺香港或者世界其他國你飛入加拿大嘅程序，大致上都係一樣。咁我分開好多點。今集會好詳細希望我唔會漏咗每一點啦，同埋有相關嘅資料。即係如果我講得未必咁清楚嘅，你都可以睇翻官方網頁，或者有其他 YouTuber， 我覺得佢哋講得好嘅，我都加插埋落去。咁長氣咗少少啦。咁而家開始啦。咁首先第一件事啦你飛入加拿大嘅時候，你要確認咗你可唔可以入加拿大先，即係你有冇資格進入加拿大。咁我又揾咗一個官方嘅網頁。咁大致上而家加拿大你係旅遊唔可以嚟旅遊㗎。如果你本身係加拿大籍嘅可以，或者探親啦可以，好親嘅親屬係可以嘅。回流或者 landing 啦，你啱啱移民啦可以㗎。工作啦、讀書啦都可以嘅。咁你自己查清楚詳細嘅情形，你是否合資格進入加拿大，繼續做以下嘅程序。咁上機之前你要做一個檢測，個檢測報告係要 negative。檢測必須在你最後一次直飛加拿大的預定起飛時間的72小時內進行。即係建議大家啦，你做檢測嘅時候，要選擇一啲快嘅檢測，即係當日有結果嘅最好。唔好諗住慳錢係嘛？即係如果你檢測到上飛機嗰刻攞唔到嘅，你成個行程會影響晒，咁影響會好大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做乜嘢檢測呢？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檢測，咁小心啲啦。我又揾咗個官方網頁，加拿大要求你做以下呢啲嘅檢測，下低描述亦都有相關嘅資料。咁訂機票啦，訂機票我就建議大家，如果訂到直航嘅就訂直航啦，同埋問清楚你檢測嘅時候，我呢個檢測係唔係加拿大進入加拿大認可嘅呢？多口問一句啦。咁跟住落嚟啦，就要加拿大而家要求你再要 book 3天嘅隔離酒店。咁呢度又有一個嘅網頁，又係官方網頁。而家呢，我大概3個禮拜前進入加拿大。咁大概2個月前到，好多酒店都唔可以網上訂購。咁而家就可以，咁我呢段係綜合影片啦。咁我之前有12段影片飛入加拿大系列。咁我每一日遇到嘅問題，好似連續劇咁樣放咗落去。識廣東話嘅朋友可以睇啦，或者你唔識廣東話，你大概睇睇，都可能揾到相關嘅資料。咁即係再講一講相關隔離酒店嘅事情啦。咁如果親屬一齊飛入加拿大，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飛入加拿大，你係可以住同一間嘅房間。咁基本收費俾你睇係一個人計啦。咁每一個人加一個人就大概係110蚊加紙。細路仔12歲有啲酒店係免費，即係唔需要再加錢。咁我為例啦，我係一個人帶住2個細蚊仔，佢係收我一個人嘅費用，唔需要再收2個小朋友嘅額外費用。跟住你仲要下載一個 ArriveCAN 嘅 app， 跟住填寫所有嘅資料。咁我又有佢下低有個連結啦，點樣填寫啦？小心啲，盡量唔好填錯。呢個 ArriveCAN 到最後你係要入境或者上飛機之前，你係要有個單據俾佢睇，你至可以上飛機或者進入加拿大境嘅。咁事前準備啦，我建議大家即係隨身都帶備一啲乾糧啦 ，in case 你等候嘅時間內你都有少少嘢食。朱古力鋪天巴最好啦，細塊頂肚，我最中意。第二點啦，第二點我就列為呢個上機同埋過海關需要嘅相關文件，我就會建議大家有張白紙黑字 black and white A4 size 咁樣啦 ，letter size 咁樣啦，再影一幅相喺你手機度，即係如果你萬一真係唔見咗揾唔到，咁你手機俾佢睇都可以。咁第一啦，梗係要呢個negative 嘅 COVID-19
嘅檢測報告啦 ，Arrive Can 嘅單據，3日喺加拿大隔離酒店嘅 confirmation， 跟住當然係加拿大身份證明啦嚇。舉個例，你係揸住加拿大 passport 入境嘅，冇問題啦，係加拿大人你可以入翻加拿大喺。我為例，我係揸住美國 passport 進入加拿大境啊，咁佢就會需要你入加拿大境嘅原因啦。你係探親，咁你就需要一個直系親屬至可以探，譬如你媽媽啦、爸爸啦。咁如果你係探媽媽親屬爸爸，你亦都要爸爸媽媽嘅加拿大身份證明，譬如例如啦，你媽媽嘅 passport 啊，咁亦都要證明你同你媽媽嘅關係。咁點證明呢？出世紙啦，你出世紙嘅影印本亦都要帶埋。咁因為出世紙上高有爸爸媽媽嘅名同埋你自己嘅名，咁可以證實到你個關係。咁我就離開咗加拿大大概20年，咁今次翻嚟，咁我唔係揸加拿大 passport， 即係同大家講多次，我係兩個 citizenship， 美國同埋加拿大。我喺香港出世，咁我有一張公民證啊，後尾 show 到俾佢睇，咁樣冇事啦，用簡化好多啦，個程序。呢個入境嘅流程啦嗱，咁啊落飛機以前都一樣㗎，你要經過一部電腦咁樣，你 scan 你個 passport 啊，影一影相，咁問你少少問題，咁啊跟住又有張單據拎出嚟，拎住張單據，跟住過呢個海關嘅櫃台，啊過海關嘅櫃台嘅時候，又要拎翻晒你嘅檢測報告，你有冇隔離酒店，所有嘢又要俾多一次佢睇，咁啊問你少少問題，有冇帶現金啊？幾多現金啊？有冇值錢嘅嘢？大概咁講一講，攞行李啦。攞完行李出閘，咁有人哋問你攞翻之前嗰張 receipt， 即係嗰個海關 check 嗰印出去。咁出完去之後，出完去之後，有工作人員會幫你註冊一個叫 Switch Health 一個網頁版嘅嘢啦，網頁版嘅嘢。咁啊，你需要啲咩咧？你需要你嘅 email address 啦，同埋你一個手提電話號碼可以接收短信，加拿大電話啦，梗係加拿大電話，即係加拿大電話號碼。同埋你嘅地址啦，地址係填你之後住嘅地址，唔係酒店地址。咁有工作人員會幫你㗎啦，有問題問工作人員。機場裏邊有 WiFi， 你啱啱 land 加拿大，我冇 WiFi， 咁亦都可以解決咗問題。咁你手提電話當然係要啲新款，即係智能，即係大部分人都係新款電話㗎啦。你舊嗰啲電話冇辦法。咁啊，呢個 Switch Health 係咩咧？即係你當你有入境檢測結果嘅時候，你喺嗰度可以睇到呢個檢測嘅結果嘅資料，同埋你第10日再加做一個測試嘅時候，亦都係用呢個 Switch Health。好啦，咁啊 register 完之後啦，即係註冊完之後咧，再去到做一個入境嘅檢測。呢個入境嘅檢測咧，順帶提一提，而家入加拿大境5歲以下嘅小朋友係唔需要做。即係你啱啱到5歲咁佢要做啦，5歲以上要做。咁做完呢個檢測，即係撩鼻嗰隻啦，就會俾一個盒你。呢個盒就係第10日檢測嘅工具。咁啊，攞完個盒啦，跟住又出去，咁又有工作人員你問你隔離酒店係邊間啊？咁樣隔離酒店，咁就會指示你喺邊度坐 shuttle。咁我咧就選擇咗坐的士，因為我帶住2個細蚊仔，我唔想等 shuttle， 即係酒店免費嘅巴士接送，我唔想搭，因為我驚等得耐，所以我就選擇搭的士啦。咁啊，順帶又講翻一題，你訂隔離酒店嘅時候，我就建議咧最好就訂一啲喺機場大概5至10個 kilometer 範圍內嘅酒店，咁啊方便啲，你坐的士去20幾蚊。咁啊太近機場嗰啲，可能嗰個保安所有嘢比較嚴啲，咁啊遠啲比較鬆啲啦嚇。咁你搭的士，咁啊順帶一提啦，即係唔建議大家做，唔建議你大家做。咁啊問的士佬，喂，有冇啲人坐的士走咗翻屋企㗎？有呢個係唔容許嘅，要罰錢嘅啦。建議大家唔好做，你做你嘅事 ，OK？ 我唔建議大家咁樣做，依足個例去做，咁尊重加拿大政府。就保障自己，保障其他人。咁啊，再講隔離酒店啊，你隔離酒店落咗車，咁啊行李去check in 嘅時候，咁啊佢又要你相關嘅資料啦，有冇檢測結果啊，confirmation 啊，所有嘢。咁啊，我建議啦，如果個櫃台好傾嘅，咁啊省少少小費佢啦，俾5蚊加紙啦，最少係嘛，5蚊加紙。
咁你可以問佢，我可以做啲乜嘢嚇？有乜嘢？即係你規例範圍內你最大嘅自由空間。即係譬如你想出去行下咁，我住嗰間嗱，呢間就係我住嘅。咁我問佢，其實夜晚出嚟得唔得咧？佢其實你要出去行下，鬆一鬆氣喺間房行出嚟係可以嘅，但係你要同個櫃台講。咁啊，一日咧每一人有2次。咁有啲班數同你講，如果人數唔係咁多，你出多嚟幾次唔係太大問題。咁我俾咗少少小費佢，咁樣問啲仔女食咗嘢未？嗰陣時12點啦，晚上12點都有熱嘅食物。咁又剩一啲奶俾啲可樂俾我咁。額外嘅，咁佢能力範圍內俾到你啦，你冇要求，你冇諗住俾完小費大晒。咁啲細節啦，你自己睇啦。12集飛入加拿大，咁好多細節情嘢搞笑都喺晒嗰度。咁當你收到一個入境檢測結果之後，你只可以離開酒店。以前嚟講大概24小時到個檢測結果已經出㗎啦，因為而家入加拿大境嘅人數比1個月或者2個月之前比較多。呢段影片係4月11號拍嘅，即係3月份啦，2021年3月份人數比較少，所以檢測結果會快好多。我係超過咗72小時，所以我要被逼留多1日喺隔離酒店。揾邊個俾錢呢？佢自己諗啦。當然啦，你離開嘅時候要 show 我係negative 測試結果，咁佢自可以俾你離開。照道理上啦，照道理上。咁再講啦，第10天嘅檢測，再加檢測。咁我建議大家朝頭早6點開始做啦，因為6點鐘等候嘅人數會少好多。就蠢咗啦，我1點至開始做，我等唔到啊，等到閂門5點鐘閂門都等唔到。咁第二朝再試。下個流程又有個官方網頁啦，佢裏邊有張紙係英文嘅，咁我又揾到個網頁，又可以將佢轉成中文，咁又有個流程，亦都有廣東話。咁做呢個第10天嘅檢測呢，其實要面對面喺個 webcam 裏邊同工作人員一齊同一時間去做。我有一段影片有講嘅，但係講廣東話。咁你看圖識字啦，大家知。我都盡量做得好簡單咁，俾大家容易啲睇到。咁再講多一樣嘢啦。咁佢會唔會打電話俾你呢？喺即係在家隔離14日當中，會唔會打電話俾你呢？係會㗎。之前又有人話唔會，咁我又有打電話俾我。真係可能因為佢知道我要拍片嘅關係啦，即係講笑啦，係咪？有打電話俾我，咁都係問啲好簡單嘅問題。你點啊？你有冇隔離啊？有冇人探你啊？你有冇可能有人幫你買食物啦？有冇症狀啊？咁嗰啲好 friendly 咁問一問你。咁隔多幾日，大概係第11日啦，隔離第11日啦。即係隔離啦，講清楚，再講清楚一點就係14日隔離，14日隔離，頭3日酒店 ，OK， 係包括喺14日隔離之內嘅，即係你當你第3日離開酒店，咁你之後要在家隔離多11日，咁但係約到第11日左右，咁有個即係電話錄音打電話俾你問你少少資料，例如又係有冇症狀。有冇人探你咁樣？咁你梗係唔答得人探你啦。咁有一個要確認你嘅資料就係問你生日。咁呢個小心啊呢個。佢就問你月同埋年啫，月2個 digit， 年4個 digit。舉例你係1月出世，1990年，咁你就要撳011990井。小心我答錯咗，佢第2日再打個電話俾你。咁最尾啦，當你到第15日過完14日嘅自我在家隔離，你完成咗，好似我咁可以出去，咁又要依翻足加拿大規例。如果封城，你亦都唔可以，即係又要居家令啦。你只可以去下啲出邊啲超級市場買嘢，或者你只可以出去買外賣。咁依足晒加拿大嘅規矩去。咁講到最尾啦，有乜嘢我漏咗嘅，即係抱歉，留言。盡量答咗你，我親身經歷㗎啦，唔係抄人哋啲影片㗎。都美國上嚟，我使咗成3000蚊美金。我探媽媽，咁呢啲錢使得過，但係呢啲錢亦都唔好嘥。有個經驗話俾大家知，留言或者睇翻我之前嗰12條片，有咩問題問我，經驗所談。好啦，唔阻住你隔離，拜拜。